无人机炸弹深入俄罗斯腹地，战火逼近了莫斯科，俄罗斯会掀桌子吗？各位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战火逼近了莫斯科意味着什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无人机就是双方手里的一支骑兵，在战场上取得了不少亮眼的战绩。比如俄罗斯就曾用自杀式无人机密集打击过乌克兰的基础设施，把乌克兰方面打的是焦头烂额。乌克兰呢，也曾利用改装后的无人机袭击过俄罗斯的3处战略机场，给俄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而在最近各方目光都被吸引到西方坦克身上的时候无人机也没有闲着，又给自己的战绩添了一笔。不久前呢，俄罗斯传来了一条消息，一架自杀式无人机满载着100多公斤的高爆炸弹，低空潜入了俄罗斯腹地后凌空爆炸，而爆炸的地点距离莫斯科仅只有150公里。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次的无人机袭击事件性质相较于几个月之前的俄罗斯机场被炸事件更加严重。毕竟看起来它就是冲着莫斯科的方向去的。这也是俄乌冲突爆发后莫斯科第一次跟战火如此接近。到了这个时候讨论这架无人机到底是谁放的、凌空爆炸的原因等等，其实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因为无论如何这架无人机闯入了莫斯科防空圈都是事实了，对莫斯科的安全差点造成巨大威胁也是事实。那就是在打俄罗斯的脸，是对俄罗斯前所未有的一次挑衅。换句话说哪怕是为了面子，俄罗斯也必须摆出更加强硬的姿态。俄乌战况继续升级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了。但在西方无视俄罗斯警告，开始为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的当下，还有多少升级的空间呢？只能说战况每升级一次，世界距离核战就更近了一步。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无人机闯入莫斯科防空圈的同一天俄罗斯传来了大规模检查和修缮苏联时期留下的防空洞网络的消息，就连远东地区的官员都收到了升级防空洞的命令，这就不免让人有些细思极恐了。要知道，防空洞主要防的就是空袭，可是远东地区与俄乌战场相隔万里，仅凭乌克兰自己有能力对远东发起空袭吗？显然没有。有这个能力的只可能是美国等在乌克兰背后提供支持的西方国家，包括日本。但有能力不代表有胆量。如果俄罗斯没有做出格的举动，西方国家主动袭击俄罗斯本土的可能性很小，要不然他们也不会一直否认自己参与了俄乌冲突。显然就是不想直面俄罗斯的压力。那么俄罗斯在这个关键节点传出这样的消息，是否就表示他们已经有了掀桌子的打算呢？并且在为跟西方全面开战乃至为爆发核战做准备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